原文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喻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是以能为百喻王，是以圣人之喻上明也，必以其言下之，其喻先明也，必以其身后之，故居前而民弗害也，居少而民弗众也，天下乐准而弗厌也，非以其无争于，故天下莫能与争。白话：江海因为居于低处，所以才能成其广大，因此若想民听从，须以民为本；若想民跟随，须以民为先，处处为民设想，民众自然爱戴，天下爱而不足，因为其不为己，所以天下归心。江海之所以能成其浩瀚，是因为它居于广阔的低处，正因为在低处，才能汇聚百川，容纳万流。治世之道也是如此，若想让百姓听从，就要站在百姓立场；若想让人民跟随，就要优先照顾人民。凡事为民着想，民心自然归附。天下之所以愿意拥戴，正因为他不为自己，站在天下人的立场思考，自然会得到天下人归心。这是理所当然、毫无争议的道理。这便是江海之道，亦是华夏王道的开端。这一篇文章应该源于夏初，那是一个大禹治水之后的时代，当时的人们亲眼见证了洪水得以停息，山川重归有序，万物得其所安。正因为大禹以效法自然之道治水成功，天下诸侯推奉他为共主，道法自然的王道之学也就在此时萌生。于是治这个字不再只是专指治水的整顿措施，随着夏朝的长治久安而演变为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治理智慧。百喻王可以比喻为诸侯之王，一个个喻就如同天下的诸侯。喻这个字由水与谷组成，原意就是水流入谷中，所以凡是能容水的低谷都可称为喻。江是流量巨大的域，海则是一望无际的域。在《山海经》中也常见喻的用法，像海外东经记载时域所喻，那并非指沐浴之处，而是形容时域航程的遥远与牵流。在夏朝的语境中，水不只是自然现象，更是政治与哲理的象征，象征着道法自然，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王道之源。法自然是夏朝黄老思想最核心的精神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江海之所以能如此广大，正因为地势低而宽广，低而能载，广而能容。人性多趋利避害，唯有能造福众生者，才能真正获得人心。言以民为本，民自然听从；事以民为先，民自然跟随。这种以民为本、顺势而治的智慧，正与江海容纳容百川的道理相通。然而，到了周代之后，
王道的精神渐渐变质，其欲攻乃王的理念不再，取而代之地是封闭与自私。天下被视为周天子的家产，诸侯则成了为王室看守疆土的仆隶。当王道失其公心，天下便再无共主，分封之制终成裂痕。西周仅200余年便崩溃，东周虽名存实亡，却延续着500年的动乱。这正是华夏史上第一次大分裂，一场因失道而起的浩劫。所谓道德之治，并非出于人为强制，而是理所当然、自然而然的结果。唯有顺应这份自然之理，才能真正理解何谓治而不干，化而无形。这正是夏朝黄老学的立论基础，道法自然。在古代，海被描述为一望无际的域，那是一切水流最终的归宿，也是天地容纳万物的象征。根据《海内经》推断，在大洪水之后，全球的水位至少曾上涨100余公尺，原本的山谷与平原都被洪水吞没，化为江湖无际的水乡。彗星带来多余的水，只能靠生态自我调节，随着地球吸收消化，多余的水势慢慢退散，这大约耗时100-200年。两湖盆地，也就是今日的洞庭湖与鄱阳湖一带，这曾是《海内经》中的南海，经过100-200年的沉淀与变化，在大水退去之后，这一片浩瀚的山谷就变成云梦大泽。等到云梦大泽完全干涸，就留下如今的洞庭与鄱阳。这一场天地的转化，不仅是一段自然史，更是一场关于道的启示。顺应天地之势，方能化险为安，成其久长。在夏朝初期，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安天下、平洪水，而这份治水之治也被延伸应用于万事万物之中。于是，诸如江海之所以能为百域王者，以其山下之，这样的王道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。然而，到了汉代，儒者对这段思想做了改写，他们用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，取代了原本的非以其无争于，故天下莫能与争，看似相似，实则大不相同。道德经偷换了人们民本思想的概念，而用君本思想包装成了一种谦虚姿态，使人关注虚伪的谦让，而忽略了以民为本的真正精神。无争并非不争，不争就像防堵一般，最终经受不住欲望洪流的冲击，而无争则是理所当然、自然而然，而毫无争议，因为道法自然，当然就能达到这种无争的境界。此外，刘彻与汉儒还对原文做了细微却关键的改动。原文本是圣人之欲上明也，必以其言下之；其欲先明也，必以其身后之。
然而却被他们改成了圣人欲上明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明，必以身后之。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字的简化，其实却暗暗改变了整个语气与方向。欲上、欲先、处上、处前，这几个词中都蕴含着强烈的欲与位的意识。那种对权力接续的执着，让原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变成了帝王用来操控人心的手段。若以君本思想去解读，欲上明，必以言下之，就成了帝王术的权谋，像是被责骂的臣子反而升官，借羞辱示恩，以威化德，于是臣子逐渐奴才化。而欲先明，必以身后之，也被曲解成帝王在提拔臣子前的试炼与考核，让人畏威而怀德，使帝王的恩威深不可测。这样的诠释当然是倒行逆施，完全背离了夏朝王道以民为本的精神。然而历代的帝王却偏偏喜欢这样的版本，因为它能维系权力，也掩盖了争议。吕氏春秋有载，禹治洪水，通贯燕山，化为熊。这未必是神话传说，或许是象征入乡随俗的智慧。熊氏是古代南方大族，影响力不容小觑。若想让熊氏部族共同参与治水，就要亲自下乡，深入他们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需要，解决他们的困难。千古以来，多少帝王谈无为，说仁义，却忘了无争的真义。不是退让，不是权术，而是道法自然，理所当然。道法自然这4个字，既是夏朝的智慧，也是人类治世治心的永恒之道。